在佛陀的时代，有一次，佛陀平静地走在舍卫城的街道上，他身着简单的袈裟，手中持着钵盂，准备接受信众的布施。突然，一个愤怒的男子冲到佛陀面前，他满脸通红，大声地谩骂佛陀，试图用恶毒的言语伤害他。佛陀静静地听着，脸上没有一丝愤怒或不安。等男子骂累了，佛陀温和地问道：如果你送给别人一份礼物，而他不接受，那么这份礼物会归谁呢？男子不屑地回答：那当然是还给我自己啊。佛陀微笑着点头，说：同样的道理，你对我恶语相向，但我并不接受你的恶意，所以你所说的这些恶毒的话语，不就等于是骂了你自己吗？当我们面对他人的愤怒和戾气时，不必急于反击或辩解，保持内心的平静，不被外界的负面情绪所左右，是一种智慧的处事方式。正如佛陀所展示的那样，真正的力量在于内心的平和与宽容，而不是被愤怒所驱使的回应。你也可以仔细观察一点啊，会发现经常发脾气的人呢，可能不长寿。人没有累死的，只有气死的。那有些人可能会说了，我也不想生气啊，是别人非要让我生气。那你仔细想想这句话，人间最无能的人，就是动不动就要生气，会因为别人的错误而生气。发脾气叫做火，功德林一把怒火把一切福德烧尽。第二，就是怨天尤人，搬弄是非，宣扬别人过错，极度讽刺挖苦他人，脏话骂人，这些都是损伤天地的福气和和气的行为，积累久了，财气就都被毁了。如果没有富足的资财，贫穷是一定的。怨天尤人一次，削弱三善，遇到逆境不怨天尤人，必有后福及子孙兴旺。第三，就是炫耀自己，经常炫耀自己，认为自己比别人都强，那就会招来人天鬼人的妒忌，破坏最基本的，会有小人想尽办法让你过不好。所以说呀，做人要低调，你炫耀什么，将来就会在什么地方失落。第四，就是常说妄语，妄语就是谎话。孔子说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诚信是做人的美德，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。人一旦养成说谎的习惯，就很难真诚待人。为了圆一个谎言，那就得说更多的谎言，最后就是满口谎言，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的。第五，贪淫好色。俗话说，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贪淫好色之人，心中充满邪思邪念，缺乏正知正念，更缺乏正气。长此以往，由于精气损耗，往往会百病缠身，感到万事不顺，大大消耗自己的福报。即使是叱咤风云的盖世英雄，往往也会因此而丧生亡国。即便是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，也常常会为此身败名裂。当然了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可更多的一句话是：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福报需要靠生生世世的累积，才能换来自己以及子孙后辈们的幸福生活。人就活在福报中，贫穷也好，富贵也好，生活幸福也好，生活痛苦也好，都是你福报的体现。生活当中损福报损阴德的事，
你最好摒弃：第一，不要杀生。长期杀生的人，福薄命苦。不管你是杀鸡、杀鱼、杀牛、杀羊、杀狗，一切有情众生等等，这些事不能干。如果你杀生的业力重了以后，你会痛苦抑郁，你会焦虑。有些人不顺，与屡生屡世的业力是有很大的关系。为什么要不杀生呢？因为他们都是生命，你把这些生命剥夺了以后，他们会恐惧，就会有怨气、怒气、恨气，这些怨念、恨念都会回到你的身上。我们人是三维生物，看不到无形的东西，而这些怨念都是无形的，它会回到你的身上。别说所有人都希望你好，你一定会好，所有人都恨你，那你就难受，你就焦虑，你一定不会好。这种孽可是无形的。用孔子的话讲，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付出去的是爱，你收获的就是爱；付出去的是福，回来的就是福。你付出去的是杀业，被你杀的这些动物的怨念也会回到你的身上。虽然你看不见，但它实实在在的存在。众生是父母，众生是儿女，人就在这六道里面来来回回地转。也许现在你掐着脖子要杀的那只鸡，上一辈子就是你的儿子，甚至可能是你的其他亲人。所以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去杀生。第二个就是邪淫，邪淫会损自己的福报。百善孝为先，万恶淫为首。在佛陀时代，王舍城中有一位年轻富商，他不仅家财万贯，而且相貌英俊。然而他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，就是喜欢到处沾花惹草，对别人的妻子或未婚的女子心生邪念，甚至做出一些越轨之事。尽管他明白这样做不对，但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。有一天，佛陀带着弟子们来到了王舍城。年轻富商听闻佛陀的名声，便前去听他讲法。佛陀看着眼前这位年轻富商，知道他的烦恼，于是讲了一个故事。佛陀说，从前有一个国家，国王为了选拔最忠诚的大臣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比赛。国王让人准备了许多精美的食物和美酒，还安排了一些美貌的舞女在宴会上跳舞。然后国王对参赛的人说，谁能坚持1个月不被这些美食美酒和舞女所诱惑，谁就能成为我的大臣。参赛的人们一开始都信心满满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许多人开始动摇。他们被美食诱惑，开始享用被美酒吸引，开始畅饮被舞女的美貌吸引，开始与他们亲近。最终只有一人坚持到了最后，他成功抵制住了所有的诱惑。年轻富商听得入神，心想，这故事真有趣，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佛陀微笑着看着他，说，年轻人，你的心就像那些参赛者一样，被欲望所困扰。邪淫就像那些舞女，看似美好，实则会消耗你的精力，让你失去正道。如果你能像故事中的获胜者一样，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，你将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。年轻富商听了佛陀的话，若有所思，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，意识到邪淫不仅会伤害他人，也会让自己陷入痛苦的循环。从此，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欲望，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行为。邪淫就像一个陷阱，看似充满诱惑，实则会让我们失去内心的平静和自由。佛陀教导我们，
要像坚守忠诚的大臣一样，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，远离邪淫，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和解脱。第4个，不偷盗。法经里讲得非常清楚，偷盗会堕入3恶道，你会下地狱的，下去以后几千年都上不来，受尽折磨。不偷盗，不要损阴德，更不要占别人的便宜。你越占便宜，你就会越穷，人生就是无尽的轮回。你占了便宜，早晚都得还回去。第5个，不妄语。不妄语就是不要胡说八道，不要造口业。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，做一个有涵养的人，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，也不要道听途说。第6个，不两舌。不两舌就是不要在背后说人的坏话，不要议论这个议论那个，老是议论别人，别人都会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你想想，未来谁还会相信你呢？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背后不去议论别人，如果遇到别人议论是非，你要学会闭嘴不说话，或者转身离开，不要参与其中。第7个，不阿谀。良言一句3冬暖，恶语伤人6月寒。如果你说话不留口德，随便伤人，你会大量消耗自己的福报。第8个，不憎恨。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只要你憎恨别人，就会消耗你的福报。仇恨太多，可能会让你堕入地狱。第9个，不贪婪。贪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不要过分贪求。宇宙大道讲究付出包容、奉献有爱、大度无私和感恩。很多人的最大问题就是贪欲过剩，老天就会扣你的福报。离欲望越近，离幸福越远。知足常乐，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，你的人生一定会幸福。人性的贪婪是刻在骨子里的，但学会控制它，你才会真正快乐。第10个，愚痴。愚痴就是不信因果，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信因果。世人不信因果，因果又何曾饶过谁？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这个世界上唯一最公平的事情就是因果。上辈子做好事，下辈子就享福，这辈子做坏事，下辈子就受苦。因果真实不虚，做好这10条，你的福报存折就会增加，你的人生会变好，你的后代也会跟着受益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古人云：三横一竖者为王，贯穿天地，仁者为王。那么何为王？何为真正的圣贤？圣贤之道并非仅仅是权力的象征，而是行为思想与天地自然的契合。真正的王者不是凭借武力或权势，而是以仁德服人。每个人的言行念头，若能符合人道、地道与天道，便能行得正，走得远。然而若违背了这些法则，终将受到反噬。成功的唯一途径何道？人生的成功之道归根结底是一条河道。当小人行道，这条路便变成冰冷的规则，处处是算计和斗争；当好人行道，这条路便成为温暖的怀抱，充满善意和机遇。若此刻你正遭遇病痛、贫穷、苦难，这或许是累世所种下的恶果；若你的人生顺风顺水，事业、家庭、健康皆得意，则是天地赋予你的福报。福祸无门，
为人自照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财富、健康、好运皆是福报的显现，而灾难、疾病、痛苦则是业障的映射。人们总是渴求财富，却往往忽视财富背后的本质。财富的根本是事，把事情做好，财富自然滚滚而来。而事情的核心是人，若能修身立德，善待他人，事业自然顺遂。最终，财富只是水到渠成的结果。古训：口业影响人生。古人说，嘴上不积德，害人终害己。言语是一种强大的能量，它既能造福他人，也能伤害自己。明朝时，有一位名叫刘成的书生，他家境贫寒，性格耿直，常以言语讽刺乡邻，认为自己才高八斗，世人皆愚。有一年，刘成赴京赶考，途中结识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。老者向他讨要一碗粥，刘成嫌弃地说：“世间因果轮回，你今日落魄，定是前世所作所为，我岂能救一个自食恶果之人？”老者闻言，默默离去。后来，刘成考试落榜，潦倒归乡。他在家乡受尽冷眼，不得不做小生意糊口。一天，他偶遇当年的老者，此时的老者竟衣着华贵，身边随从众多。刘成惊讶不已，赶忙上前请教。老者微笑道：“我曾是一个落难的商人，家道中落时，你对我冷嘲热讽。而后，我遇到了另一位年轻人，他见我可怜，赠我盘缠，让我重振家业。今日之果，皆是昨日之因。”刘成听后，羞愧难当，终于明白了言语的力量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我们的一言一行，皆在塑造未来的人生。若言语充满恶意，不仅伤害他人，更是在为自己种下苦果。有人曾说，人善人欺天不欺，人恶人怕天不怕。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一切的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。结语：修心养德，得福报。我们每一个人的所思所行，都决定着未来的道路。修心养德，谨言慎行，才能积累福报，成就更好的自己。愿世人皆能谨言慎行，修身养性，与人为善，共同走向光明之道。谢谢你的聆听，加入我们，通过点赞与关注我们的平台。佛教智慧，古韵佛学与当代禅意交融的空间，探索更多宁静心灵的篇章。澄净心灵，为您的日常旅程洒下智慧之光。